别睡了！医生大夫，救救我的孩子！蓟县李家村发生火灾，3名患者伤势严重，需要马上检查。不好了，医生，2个孩子，一个肺部受损严重，急需换肺；一个外伤大出血，急需输血；一个也不能耽误，不然性命不保啊！准备手术。可是我们医院现在没有肺源，血源不足，现在去其他地方寻找根本来不及啊！医生，快救救我这2个孩子！血和肺，我给孩子的血是适配的，救救我的吧！不行，就算适配，你目前伤势严重，这样的手术不可能撑得下去。阿凤，救我的，救救我的吧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知道你这个决定多危险吗？你不要命吧？孩子他妈已经没了，如果这2个孩子还救不活的话，我也没脸活下去了。你先起来，你别手了。不要。今天帮我搞定一个事。秀丽，你快看，是谁把孩子丢在这儿了呀？这一片应该是孩子的家人留下来的吧？这样，咱们把孩子带回去了。好，走。就是，我相信这块玉佩能够帮你找到你原来的父母。虽然你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但是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是我的亲生儿子。记住，无论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况，都一定要相互帮衬啊！好孩子，永远只有你一个吧。一切顺利，开始缝合伤口。挺好。儿子，宝宝，不，患者心脏骤停。爸爸，秦总，顾氏集团在您的带领下重夺华氏首富之位。传言当年顾氏集团一家惨遭灭门，你也一直膝下无子。请问您对于顾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有何看法？放肆！你是哪家的媒体？说话没轻没重的。没关系，刘秘书。没错，我顾氏当年确实遭遇横祸，但如今我已重振顾氏集团，整个华省的豪门都要记我顾家3分。另外，我并非膝下无子，我的亲生儿子失踪多年，我一直在找他。整个顾氏集团都在等待他回归继承。给我拦住了！秦总，秦总，你再多说几句吧，秦总。孙战国这个王八蛋，当年为了跟我们争夺华省资源，居然雇佣杀手杀我家人，只有我和我儿子侥幸成功。一定回来找你的。
站住！站住！秦东平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全力找回少爷。对，哪怕是把华生翻个遍，也要帮顾氏把少爷找回来。无论是谁找到我儿子，凭我顾氏滔天的权势、财富，定能轻松扶持他一步登天。不可能！再小气！再小气！儿子，你到底在哪？你害死爸爸！我也不要这样子，要不是为了你，爸爸不要做这么严重的手术，也不让你看看。不行，孩子们还需要我，我不能离开他们。静点，静好。爸爸不应该抛弃你。爸爸，你没事就行。静浩，你要记住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对哥哥说那么严重的话啊！你们永远是最好的兄弟，永远。好孩子们，爸爸的宝贝们。有才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两个孩子要上学，我这儿还差400块钱。400不是个小数啊！你要是有难处，不请。我这里只有这200块钱，就这么多了，全部给你。你可千万别让我老婆看到了啊！我家那头子管得严，钱都在他那儿呢。还好我自量力行。这是起来，起来！一场大火伤了身体，现在是什么都干不了。我去饭店里跪下洗盘子，可是把盘砸了茶了。我去工地上工头骂我完全没用。老李，先起来。我再苦再累无所谓，吃苦了我那2个孩子。说句你不爱听的，2个供不起，你就不能供1个吗？这亲生的总比领养的亲呀。不管景天还是景浩，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就是卖血，我也要把他们给供出来。有才，你的钱我会还你。不行，我们这不收你的钱。不是，我求你了，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你说我现在就是个废人啊，只有卖血这一条路，我是真的需要钱的。你求我也没用，你做过大手术，而且你的血液检测也不合格，其实我收了也用不了。我真的求你了，快点做，别耽搁我工作，好吧？不是耽搁，我就是你可怜我，大夫，哎，你快走吧啊！大夫，抽我的血。这哪来的小孩啊？你这么小的年纪，怎么能卖血呢？刚才进来的是我爸，
我们家需要钱，我不想再看着他到处求人了。孩子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这不可能抽你的血，听我话，快回家啊！快回家！好吧。快回家啊！哦。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，这么小就知道替家里分担，可怜呀。哥，你去哪儿了？你去上学吧，我不去了。我不，你去上吧，你比我聪明。我是哥哥，必须要承担当哥哥的责任。等你以后长大了赚了大钱，才能弥补我和爸爸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了。来，带上。哎，爸爸，爸爸，你俩已经商量好了，今后去上学，我去外面打工挣钱。不行，我绝对不允许。爸，让我来帮你分担吧。啊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们。爸爸相信景浩，他一定会努力学习的。等我学业有成，一定带你和哥哥过好日子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兄弟们，先吃饭。天哥辛苦了，辛苦。今天吃什么呀？今天呀，来，给你可以加卤鸡腿，快趁热吃吧。谢谢刘大哥。这人谁呀？怎么那么受欢迎？新来的不知道，他是咱们工地有名的大孝子，他父亲常年肺病，每个月光医疗费都花万把，都是他一砖一瓦扛出来的。这年头，儿女有了钱都先考虑自己，还有这种大孝子，不容易啊。金总，您看这片区域啊，都是顾氏集团的。有谁啊？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谢谢你。为什么他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？张工头，你们部里是怎么管安全的？差点就把秦总给伤了，我恨就往师傅上带了。对不起刘秘书，对不起秦总，我一定好好检查，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姐姐，不好了，医院来电话说你爸晕倒了。你没受伤就好，我还有事，我想请你。哎，等等，刘秘书，给我查他的资料，救了我秦月的命，我可得好好感谢你。是，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休息阵子就没事了。还没事儿？你刚才可是差点晕死在医院门口，都说了多少次了？当年患肺留下了严重后遗症，得趁早手术，不然迟早没命。医生，手术我们一定会做，总共需要多少钱？加上住院费，一共60。哎呀，快算了啊！我这些都是老毛病，花这么多钱，不值当。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咱花多少钱都值。爸，这些年我在工地干活，攒了一些钱，大概15万，现在还差不多。要不我去找找景浩？哎，那我陪你一起去，我也好久没见他了。哎，走啊！你慢点。来到。现在景浩是王氏地产的总经理，这家酒店都是他的。真好，景浩真是出息了。
这不是景浩吗？他居然要结婚！秦总，李景天的所有信息已经发你手机上了。我们发现李景天跟李建军并无血缘关系，是25年前李建军在泾县领养的。这个时间和地点都跟我丢失儿子的一模一样。这么说来，李景天可能就是少爷。难怪看到他会有种熟悉的感觉。孩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从医院调取 DNA， 立刻进行比对。已经安排下去了。另外，李景天所在的领养家庭还有一个弟弟，叫李景浩。今天他跟王氏地产的女儿结婚，现在他们应该都在婚礼现场。上个月是不是刚刚承包了我们的项目？没错，正是他们。好，我们立刻去现场，我要尽快见到景天。哦，对了，吩咐下去，以顾氏集团的名义给景浩送份贺礼，不要吝啬，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是。娇娇，哎呦，你今天可真美！哎，胡总，你什么时候跟你家黄脸婆离婚？人家可是一天都不想等了。哎呦，我的小乖乖，你可别着急，这不迟早的事儿吗？啊！谁呀？上来！哎呀！喂，你干嘛跑我了？嘿，哎，刘秘书，哎呦，你今天有何吩咐啊？王氏地产的王天一，他女儿今天结婚啊，秦总吩咐你代表顾氏集团挑几件好东西给他女婿送过去。啊，行，记住礼数一定要到位。哎呦，没问题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您放心。秦总也会去的。秦总要来，哎，那今天晚上我可得好好招待招待。你看着办吧。哎，行，好，好，哎，刘秘书再见。好，这王氏集团什么时候攀上秦总了？哼，不过也没关系，这刚好是我好好表现的机会。娇娇，哎，你马上准备几件上好的瓷器给王天一送过去啊，就说是秦总亲自为他的女婿李景浩准备的，我这还要去准备招待秦总的宴会啊！这件事要是办好，我调到总公司的事儿不就成了吗？啊！从今往后啊，我就远离那个黄脸婆，让你每天一生一死。放心跟谁？以后工作上还要仰仗大家多多提携。要是有不懂的地方，大家还请多多关照。今天真是对王子牛。那我先过去一趟。去吧。大家随意随意。景浩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结婚怎么也不通知我们吧？对啊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？我不通知你们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想让你们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咱们家的条件不好，爸，你身体这样，你在工地搬砖，倩倩他们家是城里人，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些乡下人。你怎么说话的？爸从小把你辛辛苦苦拉扯大，你现在还嫌弃爸给你丢人了是吗？别废话，让你说事儿。今天是我的婚礼，别给我添麻烦。没事儿，是，咱家穷，这也是实况。但是，爸没给你长脸，是爸没本事。今天，咱们回家。等会儿，爸今天在医院晕倒了，是因为当年跟你换肺的留下的后遗症，现在需要尽快手术，不然很危险。现在需要手术费20万，我这里只有15万，你再添5万。合着你们今天是来要钱的？今天我结婚，用钱的地方多的是，我没找你们要，就不错。
抱得饼当割不断。他这是老毛病了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爸，你再撑几天呗，等我忙完再去看你，行吗？景浩，他们是谁啊？这什么味儿？这是我爸还有我哥，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我这就让他们走。你还有个哥哥，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没有血缘关系也敢来？像他们这种人呀，就是看你马上要进我们王家飞黄腾达了，跑来蹭好处的，赶紧把他们打发走。好，我马上让他们走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就算我们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不是他的亲哥哥，你没有看到他爸还站在这儿，他好歹是你未来的公公。什么人敢在我王家女儿的婚礼上大喊大叫？爸，居然是你！好了，都脱了，我在那分菜下了安眠药，他们指定逃不出来。大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，全村人都搬走。就你李建军想当钉子户，那就满足你，让你们永世住在这里。我们走。啊！退！王总，您认识我爸？啊，王总你好，你一定是景浩的岳父吧？李建军一家当年不是被我烧死了，怎么还活着？他儿子居然还成了你的女婿，没那么简单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！你有什么资格碰我爸？倩倩，今天是你和景浩的婚礼，来者都是客，更别说这位是景浩的亲生父亲。而且，王总，这不好吧？我爸和我哥都是乡下来的，不懂礼数，万一一会儿惹出什么事情，给您丢人现眼。景浩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两家话？亲家都有怠慢，请。我宣布，李景浩先生与王倩女士婚礼正式开始，让我们欢迎新郎新娘登场。等景天参加完婚礼，我再跟他打招呼。诸位，今天是我女儿的大喜之日，感谢各位嘉宾的捧场。我王某人独自养女20多年，确实不易，好在找到了一位乘龙快婿，景浩先生能力出众，品行兼优，当然多亏了他的亲生父亲。来，掌声有请。这是新郎官的父亲，看起来这么寒酸，就是好歹是儿子父亲，也不条件好的意思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，这么一看是李家高攀了。景浩，他是你亲生父亲？是我父亲。哈哈哈哈！好，那么今天我要你和他断绝父子关系。什么？爸爸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你还给我装！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我跟你爸当初有点恩怨，没想到他竟然记恨了这么多年，还派你潜入到我们公司。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根本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倩倩，是啊，爸爸，你们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对，李景浩，欺骗我女儿的感情，既有王家财产，一家都是欺名盗实的骗子。这什么情况？婚礼现场翻车了，这个好看，比新娘子还好看。岳父婚礼首次亲家公。李景浩，没想到你是这样子的人。
我爸说你骗我，那他肯定就是骗我。说，你到底骗我什么了？倩倩，这一定是误会，我对你是真心的呀。爸爸，您和他当初发生了什么，我一概不知啊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对倩倩是真心的。爸爸，我相信你，毕竟你尽心尽力这么多年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那么我给你机会，马上和他断绝父子关系，否则的话，去歼灭他。景浩，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误会，咱们跟亲家摆着清楚就没事了啊！亲家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李景浩，你要是和此人断绝父子关系，还可以做我的女婿，否则的话，立刻滚出王家！没错，我爸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你现在立刻跟他断绝父子关系！不管是不是误会，我说你了。李景天，你做什么呢？都是因为你，李景天，你根本就不是李建军的亲生儿子，你也不是我的亲哥哥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那么关心你啊？凭什么从小到大我都要跟你分享父爱？衣服我得跟你换着穿，饭我每天都吃不饱，就连他妈睡觉我都得跟你挤在一张床上。我受够了跟你们一起过的苦日子。李景浩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？衣服咱们从小是换着穿，可是爸10多年了只穿这一身衣服。咱们是吃不饱饭，可爸每天只吃一顿饭，你我还有张床睡，可爸每天都睡在地板上啊！闭嘴！总之，你们怎么样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和过去的苦难切割的彻彻底底。各位，我李景浩今天宣布，和李建军彻底断绝父子关系。洪天宝，我和李家再无半点关联。你简直大逆不道！很好，景浩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愿意断绝父子关系。那我相信，诸位，大家都看到，我王天一断然不可能有李建军这样的亲家，他们根本不配与我家杨铁并论。没错，一个乡下来的穷酸老头，还有一个工地搬砖的农民工，是根本不会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俩赶出去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儿子！别动我放！田总 ，DNA 结果还没有出来，你先不要出手，这现在属于人家的家事了。你再去调查一下，李建军和王天一到底发生过什么？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李景浩，你是疯了吗？咱爸的身体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身体不好就滚去医院，少在这影响我心情。我们本来也没有打算来参加你们的婚礼，是来管景浩要住院费的。说到底，还不是为了钱。你们这些下等人，一天天就为了物质上的东西费尽心思。早说呀，钱我们家有的是。拿着钱，赶紧滚！真是狗眼看人低。李景浩，从今天起，
爸的住院费跟你没有关系了。我可以挣钱给爸看病用，但是今天我要给你讨一个说法。咱爸养你20年，含辛茹苦，供你吃穿，省吃俭用的供你上学，你就是这样来报答他的吗？你觉得只有你孝顺爸吗？我不是每个月也往家里寄了钱，你每个月寄的那1000块钱，连爸的医用费都不够。爸之所以生病，不就是因为了救你，就是为了给你换肺。说到底，这个病根子是因为你才落下的。今天不说了，今天咱不说了啊！什么换肺？那不都是他自愿的吗？我们景浩又没有逼他。闭嘴！你兄弟俩说话，还轮不到你插嘴。李景浩，你老婆都被人欺负了，你这么眼睁睁看着吗？李景天，我现在已经跟李家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得保护我的新家人。你敢凶倩倩，必须给她道歉！道歉？凭什么？他侮辱咱爸的时候，你耳朵聋了吗？像他这种低贱的下等乡下人，活该如此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又不是他亲生的，又何必这么维护？闭嘴！你侮辱我可以，但是不要侮辱我爸。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永远是我的亲爸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还有人上杆子认爷爹。别废话了，李景浩，赶紧让这个家伙跪下，给陈家道歉。不行，景浩，别这样！3分钟之内看到 DNA 报告，否则你就给我滚蛋！是，我现在立马去。还愣着干嘛？来啊！快跪下，给倩倩道歉！我跪，就打断了他腿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到底跪不跪？休想！娘，你别打他，让他打我，你们可是亲兄弟啊！谁跟他是亲兄弟啊？快道歉，要不然下一棍我打的可不只是腿了。给我往死里揍他，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景浩，没想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变了，我只是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，有什么错？有什么错啊？但是人要有良知，景浩，别再错下去了。错，对，我是错了。我错就错在活了这么久，我才知道钱的重要。你只有有了钱，你才有面子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你个畜生，当初你哥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你，你就学着这副德行，你怎么对得起他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们给不了我的，我自己争取，有错吗？李景浩，你打我可以，你再推咱爸一个试试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道不道歉？你我从小这么多年的兄弟，这份情谊你是一点都不顾及了。景浩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揍他！李景浩，你还想不想跟陈家结婚了？
别打你哥，要打我，他可是你哥。爸，你快起开，快躲开啊！如果你对他有怨言，你冲我来啊！有种你冲我来啊！我给你赔礼道歉，合同还不成吗？我求你了，求你爸，爸。这什么吃的，一个人都看不住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李景浩，你想清楚了，错过了我们王家，这辈子你也别想盘高枝了。动手啊！来呀！就是他！谁敢动他？这人谁啊？这婚礼可比看戏还有意思吗？我松手！是您？您怎么来了？没事吧？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老女人，敢来我婚礼上捣乱？是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怎么？你是来给这两个废物撑腰的？孩子，你在旁边看着。今天欺负你跟你爸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的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王氏地产老板，你可是刚和顾家签了合同的。就算你没有听过王氏地产，总该听说过顾氏集团，那可是华省首富的产业，还真有自知之明啊！知道你们王氏地产上不了台面，就扯虎皮当大旗，搬出顾氏集团。好可惜呀，顾氏集团的合同，我一句话就能取消。你要是有那么大的本事，王天一给你跪下磕头，再叫你300声姑奶奶！醒醒吧，老阿姨！你以为你是顾氏集团董事长吗？这合同说取消就取消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满嘴胡言乱语、捣乱我婚礼秩序的人丢出去！可谁敢动他？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谢谢您今天能来替我撑腰，但是我劝您还是赶紧走。王家在交愁市里讨厌，不想被累。现在想走，惹了我们王家，岂是你想走就能走的吗？你们快走，我拦住他。李景天，我劝你最好还是跪下给倩倩道歉，这样我还能替你求求情。你就是景浩吧？你的父亲和哥哥，他们两个掏心掏肺供你吃穿，供你上学，居然另妻不认，众目睽睽之下羞辱你的父亲，还要打断你哥哥的腿，你的良心呢？喂够了吗？一个捡破烂的病码头，一个工地搬砖的农民工，这亲戚认来有什么用？我们景浩呀，进了我们王家，那以后的仕途可是一步一重天的男人。你们这么对待景，等你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可别后悔。他能有什么身份？李家再过8辈子都是穷光蛋的路，我永不后悔。可是你的家人，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亲兄弟，我跟李家也已经断绝了关系。倒是你呀，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在这逞什么能啊？我看呢，这李景天就是被这个老女人包养的小白脸吧。虽然说他又穷又蠢，但是好歹人家年轻力壮呀。就是现在这老女人喜欢的可。李景天，瞧瞧你干的龌龊事儿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呀？老娘们儿，你倒是挺会吃啊！都闭嘴！胡说八道！
果然是寡廉鲜耻、嫌贫爱富之人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你装什么清高？你俩要是没有点关系，你凭什么帮他？因为他是我儿子。你说什么呢？这难道你真是我妈？儿子，谢谢你辛苦点。他们两个原来是亲生母子啊！怪不得给他出头呢。好一出母子相认的戏，真是感人。不过，即便她是你的母亲，又能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你今天姑奶奶来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景浩，你还愣着做什么呢？你想干什么？景浩，劝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今天说什么我都要保护我的亲人。还亲人？一个不知道真假的妈，还有一个没用的爹，还有一个被捡来的野种，你们仨还真是绝配。你什叫臭嘴？景浩，爸有咱20年，就算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一样是我亲爸。你装什么装？你只是一个养子，装的比我这个亲生儿子还要孝。这么没用的爹，也只有你这种野种才会认。穷人就不会有孩子。他生我养我，不就是盼着有一天我有出息了，会跟着沾光吗？景浩，你说的这还是话？景浩，你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。闭嘴！今天你们如果不给王总和倩倩道歉，休想站着出去。景天，既然他这么绝情，你也不用再为他着想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，看我怎么教训狼心狗肺之人。就凭你啊！老女人，擦亮你的眼睛看清楚，景浩现在可是我王氏的女婿，在这1亩3分地儿，你拿什么教训他？狗仗人势，你依仗的不就是跟顾氏集团的合作？我告诉你，顾氏集团的背书在我这儿根本没用，跪下来道歉的你们王家。大胆！这个老女人简直越来越猖狂，竟然把顾氏集团不放在眼里。今天就替顾氏好好教训教训。真是放肆！你们知道她是谁吗？不就是有点钱的女人吗？你装什么装？她就是顾氏集团董事长秦总。他居然是顾氏集团董事长！真的吗？顾氏集团董事长居然会在这儿？他的鬼话你们也信？这个老女人怎么可能是顾氏集团董事长？董事长日理万机，哪有时间来我这儿？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你们也敢说？你要是顾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他又是你亲儿子，那他岂不是身价1000亿的顾氏公子？别担心，今天我就让所有欺负过、打压过、凌辱过，都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王家将被彻底封杀，在江城乃至整个华省都无法翻身，永无立足之地。够了，不想理你，你还真演得起劲了是？与我们王家合作的公司遍布整个江城，不想让我们有立足之地，就凭你。负责江城业务的人是谁？是顾盼三。让他20分钟之内赶到这里，我要让王家亲眼看着自己失去一切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董事长目前就在江城。今天晚上的宴会要是出一点纰漏，你们都给我滚蛋！是。哎，姚秘书，贺礼董事长收到了吗？还满意吗？20分钟之内赶到王家婚礼现场。我知道了。行，马上到。就凭你们一通电话，就能让顾氏集团在江城的一把手赶到这？你好大的本事！行了，就别吹牛了，
就凭你，估计连门口的看门狗都请不进来。顾氏集团贺礼到。这不是胡总身边的潘秘书吗？顾氏集团携3重贺礼，赠李景浩、王倩2人，祝2人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。这第1重贺礼，出水青花瓷1套，价值88万。这第2重贺礼，法拉利跑车1辆，价值288万。这第3份贺礼，刑警别墅1套，价值888万。潘秘书，您大驾光临。这是董事长亲自吩咐我送给李景浩的。景浩，董事长送给我的，看来董事长对我还挺器重的。不愧是我的女婿，原来还认识董事长。景浩，你可真厉害，我算是嫁对人了。这些东西，这以后都是我的了。我李景浩终于出人头地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不用住乡巴佬的穷窝了。你们这些冒牌货，看清楚，这才是真正顾氏集团董事长送来的贺礼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潘秘书，此人在这里大言不惭，冒充集团董事长。董事长你都敢冒充，好大的胆子！信不信我让胡总过来收拾你？胡总，你是说胡汉三吗？这些贺礼就是他让你送来的。胡总的大名也是你能叫的，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他胡汉三，我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我让他跪下，不敢说半步子。还敢口出狂言！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他可是胡总身边的秘书，分公司大小事宜必须经过潘秘书的手。哎呀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胡总的私事也是我管的。哼，上个月胡总刚送我的钻石戒指，价值可值1000万。说了半天不就是个小三吗？我可听说呀，这胡总有明媒正娶的老婆。你说什么呢？胡总说他会娶我的，他还迟早会跟那个黄远波离婚的。他胡汉三区区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，年薪不过100万，怎么可能送给你价值1000万的奖？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胡总贵为总经理，有多少人求他办事儿，有多少款项从他手里过，他随便抠不过一丁半点儿，不是轻轻松松的吗？秦总，他们就是中饱私囊、贪污公款。放心，等他来了，我再收拾他。我刚才说过，要让你们王家一无所有。这些贺礼本来就不属于。等一下，不能这样。我的88万青花瓷！坏了坏了，这可是砸了董事长的面子啊！这个老女人跟你拼了！我看谁敢对秦总动手！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顾氏集团送来的，我有权随时收。王家狐假虎威，仗势欺人，第一重贺礼，你们不配。第二重贺礼，王天一和胡汉三狼狈为奸，同流合污，你们也配。我的饭你是不是疯了啊？这可是几百万的东西啊！景天，你赶紧让这个疯女人住手。这些东西再贵重，落在你们这群败类手中，也一文不值。不能再喊了，这是云顶别墅。景天，接着，你相信他吗？第三重贺礼，
李俊浩忘恩负义、辱兄弃父，你们也配。今天死！我的云天，别说呀！李景天啊，你太猖狂了！你就是看不得我比你过得好，想毁了我是吗？这些东西，它原本就不应该属于你。这些不要脸的东西，根本没把我和顾氏集团放在眼里。我女儿的婚礼又毁到日河里，我让你们偿命！顾氏集团分公司总经理吴总到。还说胡总，胡总，没想到你竟然亲自来了。吴总，董事长秘书给我打电话，听说这里有人对董事长不敬。没错，有人在这里冒充董事长，还把您送来的赐礼反悔了，还说让你给他下跪。谁这么大胆啊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们。正好是。老女人，吴总到了，你不是让他下跪吗？接着叫嚣啊！胡汉三，你好大的官威！你放肆！来的，你还敢大言不惭！我看你找死！宝贝儿，你怎么了？完了，全完了！王天一，你看他，我说让他跪，他就得。接下来就轮到你。你闭嘴！还敢大言不惭、大放厥词！我找人打断你的腿！你给我住手！这个混账东西！贝儿，你怎么还帮他们说话呢？这个老女人刚还让她手下的人打我呢。你刚叫她什么？老女人，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贱货，刚还让人把我这边脸打肿了，现在两边都不一样了。你快去打他去！你个贱妇，我可让你害惨了！你刚说哪边？这边，这边，我这下两边该一样了吧？胡总，您这是干嘛？这跟你是没有关系的。这帮人，他们是来闹事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他们赶走。这个休闲无度的东西，你知道你刚才指的是谁吗？啊，他只要一句话，就能给你们王家带来灭顶之灾。吴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就是神经病，他怎么可能灭了我们王家呀？你说谁神经病？啊？我他妈现在我才是个神经病！他可是顾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他竟然是顾氏集团董事长！王家这次真的惹错人了。胡总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这个贱女人怎么可能是顾氏集团董事长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们不认识他，我还不认识吗？胡汉三，你好大的能耐！公司给了你权限，你就这么管教下人？齐总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能让他们冒犯了你，我愿意承受任何惩罚。啊，他居然真是董事长！董事长，秦董事长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我该死，您就原谅我吧。胡汉三，你不仅道德败坏，包养情妇，居然还敢挪用公款！说，这些年你贪污了公司多少钱？我哪敢呀，秦总！不对，一定是有人诬陷我。是谁？是谁？你亲爱的潘蜜，刚才可是亲口说的，你送她的戒指价值几千万呢？秦总，不会呀！我送她的那个戒指是假的，假的！我给她说的那些话也都是骗她的，我怎么可能
大公司钱嘛，是不是？好你个胡汉三，你敢送我假戒指？那你说娶我也是假的啦？好，我今天我就打死你！你骗我，你敢骗我？你有没有挪用公款？我自会调查清楚。接下来，我要付。哥道，刚才我就觉得不对劲，突然冒出来一个老女人，竟然就是顾氏集团董事长。想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？啊，吴总应该不会骗我们吧？送他的戒指是假的，送给我们的贺礼，难道就一定是真的吗？对呀，这个戒指，几千万的东西说砸就砸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。哦，原来你们在联起手来演戏。原来你们就是这么骗自己的。你住嘴！王天一，你赶紧给秦总队给他道歉！住嘴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两个真的是有一腿。哎呦，老天爷呀！你活做成什么呀你？啊！你别以为你是分公司总经理就怕你。这一通电话我打到总公司，让你们知道死字怎么写。你居然还认识总公司的人？你以为这些年我就只靠你了？哼，太天真了吧你！是吗？我倒想知道总公司到底有谁能让我知道死字怎么写。这个大人物可是跟着老顾总一起打过江山的，而且还是老顾总的亲兄弟顾延顺。顾延顺，那可是顾氏集团旗下子公司4大总裁之一。爸，你居然还认识顾总？就等着给顾总求饶吧。李景天，听到了吧？一会儿可别怪我们手下不留情。别担心，还是你亲叔叔。顾总得知你们得罪了董事长，这话发完，今天你们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好，既然要比背景、拼人脉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。儿子，这部电话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只要按下拨通键，公司的4大总裁就会专门参见新任的董事长。来，亲自按。什么？少爷找到了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明白，立马赶到。想不到失踪多年的少爷真被秦找到了。来人，备机，我要立马飞往江城。老女人，你跟他跪下求饶，等顾总来了，也许我可以帮你说2句好话，顾总会从轻发落。我看还是你赶紧把地擦干净啊，免得跪烂了你新买的被子。这把挺意外，看你倒是有几分姿色。你怎么就看上胡汉三这样的货了？要不你伺候爷几天，你有什么需求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王天一，你可真无耻！不用在意，他现在也就只敢嘴上胡说八道。顾氏集团子公司4大总裁到。李景天，这么重要的4位大人物都来了，你还不肯道歉吗？没想到顾总把其他3位也叫来了，真是给我面子。 4位总裁好，滚开！参见董事长，参见少爷。参见董事长。什么？他真的是董事长？我早都跟你说过了，赶紧跪下来给秦总道歉。啊！我往下撤退吧。王天一，还有什么话说？你就是给我打电话的王天一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？原来王总根本就不是顾总。顾总，这一定是个误会。你告诉我有人冒充董事长，莫不是眼前这你？你给我说董事长找到了少爷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来你这个破地方？你们还真是胆大包天，不过是一家分包公司，就敢打着顾氏的旗号到处作恶多端。今天不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侮辱我，逼我下跪，还殴打我的儿子和他的养父。你们王家真是威风！王天一，你好大的狗胆呀！
董事长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有眼无珠啊！你饶过我，放过我王家吧。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。景浩，你还赖着跟他道歉呀？你们最该道歉的不是我，而是景天和他的养父。对，我应给他们道歉。对不起，景天，对不起，钱建国，你们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吧。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跪下给你爸和你哥道歉。这事都是因你而起的，你快给他们道歉。咱们两家都是亲家啊，你们就饶我们吧啊！这事全都是误会。是啊，这都是误会啊，对吧？爸爸，哥。景浩可是已经跟李家断绝关系了。哎呦，这都是这个臭小子胡说八道的，你们不要介意啊。景浩，厅长提起你们的，你赶紧说话呀！凭什么啊？这一切是凭什么？既然景天不肯原谅你们，那就别怪我。通知下去，从今天起，封杀王氏地上的所有财产，任何人不得与他有任何的生意往来。我要让王家从此在华省永无立身之地。不，董事长，你饶了我们吧！你只要放一句话，少爷肯定会听的。咱们无冤无仇，你总不能赶尽杀绝是吧？无冤无仇，恐怕不见得。让你调查的事儿怎么样了？王天一真是罪该万死，仗势欺人，狐假虎威也就罢了，没想到居然为了利益不择手段。我问你，当年李家的大火是不是你干的？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我已经派人调查清楚，当年你们家的火灾并非偶然，而是王天一故意纵火。胡说！你是个坏人！怎么还想否认不成？你们都是就这么欺负人的吗？我要把我赶尽杀绝，还要给我安上一个放火的罪名，这是你们有胆人做派吗？王天一，你自己听听我，这是当年你的手下交代的。王哥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招架不住了。那场大火是王天一指使我做的，上面要我们抢占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王天一还让我给他们坟里面下安眠药啊！都是他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不可能，这录音是假的，是你们伪造的。要么我把他带到婚礼现场，跟你当面对质。不可能，到底谁是谁啊？我全部都处理掉了。你们不可能知道真相的，不可能知道的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没有任何东西能逃出我们顾氏集团的眼睛。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个王八蛋！我杀了你！你个王八蛋！我杀了你！哎，醒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外边好像着火了，着火了！那就孩子，对，兄弟，啊，你没事吧？我背你离开。不要管我，快点救孩子！可是，快去啊！哎，兄弟，我先带孩子们走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不让。没事吧，宝贝们？我妈妈，你好乖，今天照顾好弟弟，爸爸现在去救妈妈啊！好。我兄弟，
走，建全，孩子们呢？你现在安全了，走，快走。胜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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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全，这场火，我怕是我躲不过，别这么说，胜利！爸！这孩子为什么？你还我的兄弟！王八蛋！郑大哥一定要好看看，他就是你的山姆超人啊！现在还用帮他维护他，认贼作父吗？无所谓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能不能给我醒醒？能不能给我醒醒？李景天，为什么我努力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不如你？现在你成了顾氏集团的继承人，我却变得一无所有。老天对我不公平！你们这些家伙贪污公款的事儿，自会调查清楚。秦总，这事跟娇娇没关系。娇娇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赶快走！哥，你不走呀！秦总，至于王天一干了违法犯罪的事情，定会有人收拾。王天一算计这么多年，最后居然被过河拆桥，这是报应报应啊！报应啊！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王天一作恶多端，但是对我没有好处的事情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做呢？我告诉你，是揉掉你家房子的，拿走家地皮的，这种事是有人指使的。是谁？到底是谁干的？想知道？让我告诉你，那就是你的亲生母亲陈月，陈总上下的命令。陈董事长亲自下的命令。在胡说什么？怎么可能是我指使？说什么傻？那块地皮当年不就是顾世全拿走的吗？啊！是胡汉三亲自下的命令，让我不择手段赶走所有住户。秦总，我可没有指使他放火呀，秦总。秦总，少爷小的时候生活的地方叫李家村，那块地确实是我们拿走的。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想起来了，当年顾氏确实拿下了这块地皮。我们当时正在跟孙氏集团进行商政，需要大量的地皮扩充旗下的产业。所以，真的是你干的？不是的，景天。虽然命令是我下的，我还准备了合理的补偿款，我绝对没有让他们用杀人放火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我家因为当年那场大火，家破人亡，居无定所，你却告诉我这是为了所谓的集团利益。儿子，你听妈解释。别碰我！这都是误会，我没有想过他们会这么不择手段。少爷，秦总当年也是为了集团的利益着想，要不是当年付出的那些代价，顾氏集团也不会有今天的盛景啊。来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妈妈做的饭特好吃。今天
对不起，妈妈弥补你。谢谢你今天能来救我跟我爸，但是还请您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请。今天你怎么叫我钱总？我是你妈妈呀！当年那场大火，虽然不是你下的命令，但是跟你也脱不了关系。我不会认你的。我妈已经死在了当年的大火里。您可是顾氏集团董事长的继承人啊！大侄子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拒绝的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富贵啊？荣华富贵就真的这么重要吗？我现在只想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。但是，我再也无法拥有你了。今天，爸，咱们回家。今天，你听爸爸说啊，我们闺女才是害死你妈那个凶手。不过今天他已经受到严重的惩罚了啊！爸，我知道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听爸一句劝，你要理解秦总，我们都是做父母的，儿子，咱甭纠结于过去，向前看好吗？咱们走吧。秦总，就这样让少爷走？他现在不肯扔，我能理解，我会好好补偿他，直到他原谅我。走不了了，一个都别想走！你们是不是干什么？这还是想谁啊？今天是秦总，今天是。景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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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？你不是恨不得我死吗？我终于履行了小时候的约定了。等以后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就来换我保护你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说谁派你来的？不知道，电话里说，只要杀掉李景天，他就会给我们一笔巨款。景天来的，肯定是有人不愿意让他继承董事长。会不会是孙氏集团知道了你找到了少爷，又派人来斩草除根？沈国，爸，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想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尽当儿子的责任，我这么多人的面，我羞辱你，骂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景浩，你别再说了，你不管做什么，爸爸也不会再怪你的啊！我嫉妒你，咱们家条件不好，我总觉得爸更关心你。别再说，因为这样，心里我遇到能改变命运的时候，他才会抛弃你。你说的对，我这种人渣不配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没有，
哥，照顾好，怎么了？我说秦总，能请您不要在这儿走来走去的？景天，你别这么跟秦总说话。爸，景豪为什么躺在？不都是因为他们集团的那点破事？现在这个情况，人家秦总也不想啊。你别忘了，他也是位母亲。哪位是家属？我们都是。还好伤口不深，病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好好休息几天就能康复。但是病人现在需要静养，大家先不要打扰。太好了，一定是秀丽在上天保佑咱们呢。刘秘书，我刚通知了4大总裁找到了景天，就有人来暗杀他，你不觉得蹊跷？您的意思是？我怀疑公司里有内鬼。你立刻安排华省最好的保镖，全天24小时保护景天。行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不用了，不劳您费心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想跟顾氏集团有任何关系。对，景天，就算你不愿意认我，但这事关你的性命，就让妈妈补偿你，好好保护你，好吗？你就听了秦总的话吧，爸可不希望失去你们任何一个人呢。你就全当为爸着想好吗？好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查出暗杀你的人是谁，到时候我一定让他后悔所做的一切。说，秦总，我听你好吗？什么？现在能帮我的只有您了，我求求您了，一定让秦月生不如死。帮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虽然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众叛亲离，令世人唾弃，但只要您愿意扶我一把，以后王天一的命就是您的。你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肝脑涂地。要我帮你也行，你得帮我做件事儿。你只管吩咐。我要你杀了李景天。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一定要干掉他？没有了他，秦月后继无人，孤掌难鸣。那顾氏集团自然就是我的，到时候提拔你还不简单？明白明白。不过，秦总最近派了保镖全天候的保护他，要直接下手，怕是不太容易。李景天有保镖，别人也没有。你只需要找到他最关心的弱点，找准时机引他出来，这事儿就办成了。属下明白。秦月，顾氏集团是我的了。给警方熬了点鸡汤，正好啊，晚上给景天换换班儿。秦一，居然是你！咱爸怎么还在呢？28床，前台有人给你们留了信。信？不好，咱妈被人绑架了。什么？哥，我跟你一起。不行，这件事我必须一个人去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景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救您出去。你快走啊！太危险了。
我天一，居然是你！臭小子，居然真的一个人来了！现在全城都在找你，你居然还敢出现！杀死你几家！你怎么可能敢信？一切都是你们造成的，是你们害得我落魄这样。那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所以今天，你们两个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老弟，冷静一点，先把我妈放了，先把我妈放了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现在知道狡猾了，我想杀了你，我和你可以东山再起。啊！好久不见，岳父大人。景浩，景浩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还有你，今天不是说好一个人来的吗？王总，我跟着你才是真的吃里扒外，我哥又不傻，怎么可能真的一个人来？哥，说什么我都得跟你一起去，他们让你自己去，就是摆明着冲你来的呀。这样，我跟你一起，你先进去，到时候我找准时机再填进去帮你。可是，哎呀，别可是了，保护咱爸也是我的责任，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出风头。我是担心你的伤，哥，我这伤早就没事了。你，哎呀，别犹豫了，这时间不等人啊，哥。啊，哦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反正一切，因为你们兄弟他们造人，将来送死，那我就让你们一家整整齐齐摆在这里。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好死我了！王总屁股疼啊！哥，还记得咱们玩的抛球游戏吗？接着。王总，背疼吗？杀了！你别过来，臭小子！老子跟你们玩命，你们跟我玩游戏，我让你们知道这面我的下场。住手！你怎么了？王飘发现你不见了，立刻通知了我。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都不告诉我？不是跟你说过了，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你母亲这件事情毋庸置疑，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既然你妥协了，那咱们就慎重交还你直算。王天一，那天我饶你，没想到你居然死不悔改，还要伤害我的家人。你闭嘴！你们一家团聚，那我呢？这女儿只有我而去，我的朋友都视我为蝼蚁，这都是白日所赐。我劝你赶紧收拾，只要你放了李建军，今天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。你的好女儿已经嫁出去了，今天我是你们四个人都死在这里。哼！王天一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外面全是我们的人，还不速速就擒！要的就是因为那么严的，我要的也是查看这边四周。今天再晚就同归于尽，再晚就同归于尽。别过来！再过来，你把进来这个房子。李冲动，你先把他回去放下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今天倾家荡产，你们能体会到这种感受吗？等一下，你们不要失望。好，把放，我来给你当人质。本来就是想用他的命运换他来，对我确实更有利。好，你过来，我就放了你吧。今天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那年是我爸把我跟景浩从大火里救出来的，因此他落下的病根生不如死。这份恩情这辈子都无法报。不过你们放心，不是去送死的，一定会想办法逃出来。孩子，景浩呀，哥，景浩，
这次轮到我拜托给你，如果我有什么好歹，爸就拜托给你照顾了。为了方正义，抓奸，把这头油全部交给谁？快点！不可以，绝对不行！还能照做？人到了，我这就给你活了，一个都别想活！我到，我到，我。好，现在一步一步慢慢转过来。走，对不起，快点！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爸，没用的废物，这就晕了啊！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快放他们走吧。都给我滚！把车留下！我要带着李景天离开这个地方。我不走，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，我不走。你们快走啊！这里很危险。当年就是这样，我留下你一个人，这边就是20多年。这些年，我每一天都心如刀绞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，所以我发誓，我找到一定要好好保护你，哪怕搭上我自己的性命。王天一，你让我去死！你放了我儿子！妈，叫我什么？妈，你终于信任我了，今天。妈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一起过好以后的日子，全家人在一起好。做美梦了是吧？今天你母子俩最后一面了。妈，请相信我，现在立刻带着9号河马去医院，我会想办法离开的。快走啊！阿姨，先走，先走，走。阿姨，先走。别滚！我都走吧，你可以把打火机灭了。别给我耍什么花样！他们都走远了，就是这死心了。别动！快走！快走，快点！走不了，你别给我挡住了！又是一场大火。是啊，妈也能明白。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们给我等着啊！善恶终有报，王天一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秦总，真不好意思，您那么忙，还麻烦您过来亲自陪我。这算什么呀？你照顾了景天这么多年，我还没好好感谢你呢。当年要不是你捡到了景天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也只能走到这一步了。那2个孩子跟着我，不也吃了很多苦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也没想着再找个老伴儿跟你一起照顾孩子。
你说我一个没本事的人，又带着2个孩子，我要再找一个，那不是把人家害了吗？你呢？其实我们家那口子走了之后，我也是一个人过来的，确实挺不容易啊。妈，我来了。哎，怎么这屋里很热吗？我们2个人的脸怎么都这么红？不是啊，热吗？是这屋子太红了吧？爸，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这多亏有你秦阿姨照顾我。哦，你和景浩怎么样了？我们都是轻伤，马上就能出院了。爸，这次真得感谢您及时赶到。跟自己亲妈还说什么谢不谢呢？是啊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景天，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放心把集团交给你了。怎么？难道你还不愿意继承顾氏集团吗？不，我愿意出任董事长。我要报当年血洗顾家的灭门之仇。你真的愿意继承顾氏集团？当然，这是你这些年的心血，我想要好好经营它。太好了。不过报仇的事情你不用再考虑了。如今的孙家势力大不如前，你就不要再生事端，免得他狗急跳墙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先放他们一马。不过，若是有人要对顾氏集团不利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很好，顾氏集团的董事长就应该有这种气魄。妈，还有一件事，景浩现在没有工作，还请您帮他安排一个职位。好说，都是自己人了，刚好可以让他到刘秘书那儿帮帮忙。等我退休了，刘秘书会和我一起离开，到时候他也能独当一面，帮你共同撑起公司。谢谢妈。我先回公司处理董事长交接的事情，你们好好休息。谢谢你啊，钱总。这次我找回儿子，费了不少的时间和功夫，好在有各位的支持和帮助，咱们顾氏集团继承人的事情也算有了着落。我宣布，公司所有人年底奖金翻倍。好，秦总豪气，天佑我顾氏，少爷回归，我们顾氏集团肯定能更上一层楼啊！还有1周之后将正式进行董事长交接仪式。等会儿，李景天能不能继承董事长这件事情不一定。顾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少爷不能继承，难道说是你想继承？我可没有这个意思，只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你想让李景天继承董事长也行，但是你总得拿出证据，证明他确确实实是你亲生儿子。你在质疑我的判断？没有，不是在质疑你，只是在座的各位都为集团公司出过力没过汗，要让他们都心服口服，公司才能更好交给权人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对啊，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那让我们看看证明也无妨吧。我同意顾总的说法，这件事情绝不能这么草率的决定。我也同意。秦总，这件事情确实需要证据，顾总说的无道理了。你们几个人平日要不是秦总他的决策和判断，你们能走到今天？现在竟然敢当面质疑他，你们是何居心？你们要证明没问题，
但我只会在交接仪式上向各位展示。时间依旧定在下周，到时候是真是假，各位自然知道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相信你儿子，那这个事情我们就说定了。但是如果那天你证明不了你们两个的血缘关系，那就请你自动退位。董事长，我们就另选高。王爷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说好大的胆子，是摆明了要造反啊！顾总今天的行为是有些反常。您说最近的这些事情，是不是都是他搞的鬼？你怀疑他？当初我一通知4大总裁救援来暗杀景天，他确实有这个可能。不过景天是我亲生的，毋庸置疑，我们的玉佩完全契合。到时候给他们看 DNA 报告，我看他们谁还有用。您说的没错，等交接仪式顺利结束，到时候再治姓顾的罪。鉴定书给我，这几天我得好好保管。什么？景天居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？秦总 ，DNA 报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没什么，只是终于跟景天确认关系，有点激动。少爷不管是性格还是长相，都跟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肯定是亲生的。你先去忙吧，好好带带景。秦总，请您放心。为什么鉴定显示我和景天不是亲生母子？难道有人对 DNA 动了手脚？但是如果那天你证明不了你们两个的血缘关系，那就请你自动退位。董事长，我就另选高。这真是不择手段啊！喂，医生，我的 DNA 报告是不是有问题？不应该呀，采集的样本都是从医院库存中提取的，除非你们确实不是亲生母子。绝对不可能！景天的玉佩是我们老顾家的家传之宝，如果他不是我儿子，怎么会有那块玉佩？医生，能不能帮我再做一次 DNA 鉴定？好的，鉴定书肯定没有问题，我把那天的监控发给你看看。谢谢。竟然是他！喂，您放心，你怀疑之前我工作的工地上这个张工头做假账，我这次一定会查清楚。哎，这里是顾氏集团施工重地，现在人脑不许进入。刘大哥，是我呀，不认识我了？哎，这不景天吗？我说你怎么不来工地搬砖了？原来是给富豪开车去了。哈哈哈哈！傍了个大款，在他手下打工呢，反应吃了。哎呀，哎，给兄弟们来点礼物。兄弟们，看谁回来了！哎，天哥来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给哥几个带了点见面礼。来，这可是大金砖呀！天哥现在真是发达了。自从来了咱们工地，一直是刘大哥和哥几个一直端正，多谢各位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景天，你说你都混这么好了，还回来干嘛呀？不瞒各位说，现在这个工地还真归我的公司管，这次专门来查账。天哥，说你胖，你还真喘上了。这么说，你还真成了我们的大老板了。那你可得好好收拾收拾张工头，天天的想着法折腾我们呢。哎，是，都聚在一起干嘛呢？工地上大声喧哗，工作时间又摸鱼，你们每个人这个月工资扣200。哟，
这不是李景天吗？几天不见，吃成软饭了。可不嘛，傍了个大富婆，人饭硬吃。就你还能傍上富婆？做梦呢吧！拾垃圾的怕是都看不上你。也不知道上哪儿偷了辆车，就敢来这里装大款。你们几个废物，居然也就信了。你今天过来是来领上个月的工资吧？你无故旷工这么多天，工资早就被扣完了，就剩这么点了，拿着滚！这200块钱，它也是钱呀，对吧？这怕不是你刚从哪个工友身上刚刚扣下来？你管得着吗？这片工地都是我说了算，我想扣谁的钱都是我说了算。这200块钱，可是他们辛辛苦苦工作10几个小时挣。刘大哥家女儿一直生病，需要住院费；老李的儿子今年上大学，需要一笔学费。小谢2兄弟从小就无父无母，他们就靠着这点钱养活自己。再把多扣你就给扣了。怎么？这都是工地上的规矩，他们做了错事就得受罚。这些规矩，我看也该改改。口气不小啊，真当自己是号人物了，想改就改啊！他拿的这些破玩意儿，几个钱也就骗骗你们这些横户。张总，他不管真假，景天也是一片好意呀。啊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我看你是越来越没有王法。怎么？除非是顾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否则在这片工地上，老子就是天，老子就是王法，谁敢管老子？我今天就是来专门管你的。你管我？凭什么？我教训我手底下的人，关你屁事！张工头，你平时嘴贱几句说我也算了，但是这几位工友平时对我都好，不允许再欺负他。我就等他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嘿，我也欺负他了，你教我啊？景天，你就别管我们了，我们已经习惯了，就别给你惹麻烦了。怎么着？刚才不是嘴挺硬吗？我就当着你的面欺负他们了，你得收拾我呀！张天仁，你别欺人太甚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这片工地的工长就怕了。我可是给顾氏集团干活，顾氏集团，你惹得起吗？吴家为狗仗人势，你不要以为你做的那点龌龊事，公司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你说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有种你就说一句。好，写得好。张工头，我问你，在工地上，你是不是做假账？怎么会这？今天我就代表顾氏集团开除你。李景天，你个窝囊废，凭什么开除我？你以为你做假账的事，顾氏集团不知道？我就是做假账，怎么着？我就是做了假账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你以为自己是顾氏集团董事长？给我放尊重点！秦总，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秦总，您这告诉你，李景天就是顾氏集团未来的董事长。啊，你怎么？景天，你真成董事长了？那你不真成我老板了？我刚刚还跟你开玩笑，对不起，董事长。咱都是自己谈，自家兄弟，别搞这么大。不过我真的要感谢你们之前对我的照顾，刘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会立刻安排你女儿去华省最好的医院，所有费用都由顾氏集团一力承担。这太感谢你了，张工头，等什么呢？把你的账本给我拿出来！不能过去。都证据确凿了，你还抵抗什么？工地的假账是你指使的吧？别躲，知道你在这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
刘秘书，你怎么在这？秦总，您怎么也来这儿了？我今天来这儿跟他们商量一些事情。刘秘书，你就别再装了，我都已经知道。今天工地的假账都是刘秘书指示的，他和张工头两个将公司的财产占为己。要不是景浩发现了这件事，我还一直在弄。是景浩告诉你的？没错，景浩跟刘秘书干了几天，就发现账本不对劲，偷偷告诉我。刘秘书，公司这些年待你不薄，你就是这样对待顾氏集团的吗？秦总，我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做了一些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求您不要开除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继续留在你的身边，好吗？留在我身边，方便你继续监视我吗？今天那有些事儿要跟刘秘书单独谈，你跟你这些工人叙叙旧。好，走啊，兄弟们，走，走。刘宇，你的罪可远不止这些。说，我和景天的 DNA 是不是你动的手脚？你是怎么在这？你跟我无冤无仇，不可能无故改动 DNA， 只有一个可能，你是受人指使。你是不是顾延顺的人，改动了景天的鉴定书，好让他掌握？看来秦总也不是无所不能呀。顾延顺那种货色，我怎么可能替他去卖命？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不带着孩子跑！跑！孙战国的人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公司的资料和机密，你都告诉他了。这个叛徒！秦总，你错了，我本来就是孙总的人，何来叛徒一说？就算把机密都告诉他，也不会损害公司的。当年的商战中，他早就输得一败，现在你拿什么跟我赌？事已至此，告诉你也无妨。顾延顺那个人在我眼中虽然是一个卑劣的小人，但是孙总很看重他，他俩早都串通好了，收买了公司董事会的所有成员，交接仪式就是你退位之时。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可惜现在 DNA 的事情已经被我发现，景天还是会顺利的继承公司。那孙战国和顾延顺恐怕都要失望。叫什么？我笑什么？秦总，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需要在 DNA 上动手脚，因为李景天根本就不是你的亲儿子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看到 DNA 鉴定的时候，我也震惊，但是结果令我大喜过望。这么多年，我在你身边一直灌输着李景天就是你的亲儿子，就是为了让你在交接仪式上丢人现眼。怎么可能？景天他就是我的孩子，他明明有玉佩的。不信的话，你就再做一次亲子鉴定，亲耳听听这个让你失望的结果。喂，秦总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李景天确确实实不是您的亲生儿子。丁总，那我们就按照之前约定好，一起把秦越赶出顾氏集团。秦越当年将孙氏集团搞得是体无完肤，让孙氏集团至今地大有痛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秦越，臭婊子，居然骑在我头上吆五喝六这么多年，再不是看他是我大哥的遗孀，顾氏集团却姓秦，看来顾总心里确实有不满呐。
这天呀，就快要变了。我看他秦月能嚣张多久？孙总，那我们就按照之前说定，我来做顾氏集团的董事长。我来收回顾氏的一半商业资源。没问题。阿月，想不到你居然还请我吃饭。阿月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最近工作上的事情有点多。啊，那你可得注意休息啊，别因为工作累坏了身子。秦总，你决定好吃什么了吗？建军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阿月，这东西都太贵了，咱们换一家吧啊！哎呀，你就好好坐着吧。你照顾了景天这么多年，我还不能请你吃顿好的了。别忘了，我可是顾氏集团的董事长。哦，要不然还是你帮我来一份蛋炒饭吧。先生，我们这里没有蛋炒饭。把你们店里最有名、最贵的菜统统端上来。是，秦总。建军，这些年多亏了你照顾景天，我真得好好感谢你。快别这么说，景天和景浩，我都是把他们当成亲生儿子来对待的。现在看到你们母子能够团圆，我心里边也挺高兴的。我想问你，还有没有事情瞒着？您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景天真的是我儿子。仪式已经开始了，秦总怎么还没到？顾总，您坐这个位置恐怕有些不妥吧？秦总应该是不敢来了。今天的董事长交接仪式就由我来主持。顾总，您虽然是老顾总的兄弟，但是公司的事情您还做不了决定。既然秦总不在，那我们还是改天再开会吧。慢着，各位，我今天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说。什么事情还要关门说？我要说的涉及公司机密以及各位董事的利益，自然不能让消息外露出去，所以还请各位董事先坐下，耐心听我话说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公司最开始的功臣，顾氏集团能有今天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功不可没。但是在25年前，孙家暗杀我大哥一家人，顾氏集团从此成了外姓人。顾总，这仇咱不是都已经报了吗？陈年旧事还提起他干什么？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当年的幕后黑手另有其人。顾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当年的事不是孙家干的？顾总，你怎么就会有这协议在？这份协议怎么来的？不用知道，你们注意看一下协议最后的落款。这里面的是怎么会是他？没错，当年那场商业阴谋让顾氏集团一蹶不振的人，他就是秦月。为什么秦总你会在上面？当年他还没有进走集团的事务啊。那是因为秦月他本来就是个两面三刀的叛徒。
当年他瞒着我哥，独自签署了这份协议，目的就是为了霸占整个集团。秦越背叛家人，出卖公司利益，这样毒蝎心肠的人，你们还要为他卖命吗？我同意让顾总继任董事长。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这种决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秦总现在都不在，我们还是不是就请他解释解释？解释，他人不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不敢出现在这。谁说我不敢出现？谁说我不敢出现？顾延顺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我才不在一会儿，就妖言惑众，蛊惑各位董事。你就那么想收到顾氏集团吗？不，是你先背叛我哥，背叛公司的，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还有什么好玩的？爸，这份协议是？秦总，这份协议上为什么会有你的签名？当年顾孙两家独大，彼此都不服谁，但是双方的竞争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，严重破坏了市场，所以我们决定签订协议，暂时停止。但我是董事会全票反对签协议的。秦总，你既然决定，因为我们关于这件事儿，后续我会给大家解释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景天的交接仪式。你觉得我们还会相信你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和集团的董事会都快达成共识了，由我来做集团的下一任董事长。你凭什么当董事长？在座的还有3位公司的创始人，他们也同意了。顾家现在就剩我一个人，我顾延顺继承顾氏集团，那不是名正言顺。如果秦总不能证明李景谦的身份，那这董事长之位就要被顾延顺继承。秦总，我们也并非挑不走，但是那天开会确实说了，今天只要能证明少爷的身份，那我们自然认定新董事长。对。这群吃里扒外的蠢货！顾延顺联合外国少年抢公司了，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？秦越，你还在这里胡说八道？好，既然你这么笃定李景天是你的亲生儿子，那你就把亲子鉴定报告拿出来，让我们大家看一下。是啊，秦总，只要拿出鉴定书，我们定任少爷新任董事长。各位看到了吗？他根本就拿不出来这份亲子鉴定，这个李景天就是他找来骗取公司的野种，这太过分了！那少爷真的是秦总所生？再说，这里是顾氏集团内部的股东会议，请你们离开。这些人是我找来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拆穿秦越的真面目，让世人看看这个贱人到底有多么的恶毒。秦总，被我们爆料说当年老顾总的死亡另有隐情，请问是真的吗？秦总，听说老顾总的死亡是你一手策划的，请您解释一下。啊，你竟然是秦总谋害的？没错，这份协议当初我哥是不愿意签署，但是这个贱人利用我哥偷偷以公司的名义签署了这份协议，再利用外界对孙家的误解，谋划了当年的惨案。因为这个事儿，当年的谋杀是秦总自导自演的。顾总，我不是认识的，你怎么证明？我就可以证明，我就可以证明。孙建福，你竟然还敢来顾氏集团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滚出去！我今天赶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证明当年的真相，让你们这些对秦越玩弄于孤城之间的蠢货彻底明白，谁才是真正杀害老顾总的凶手。秦总，好久不见了。孙振福竟然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！诸位，当年那份协议是我跟老顾总愿意签的，但是这个主子却想出了一石二鸟的计划。他为了私吞顾氏集团的财产，可惜的
害死了老顾主任，却把这顶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。孙振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当着这么多赌神面前肆意盗用，没你这个野种说话的份儿。这个老五现在就想把集团交给一个不知名的野小子，大家不愿意看到我顾氏集团白白的落到他人之手吗？害死我哥这个就早晚的公司竞争，这间公司它本来就性质不同，我们大伙应该一起赶出这个公司。你们都应该明白，秦玉是一个连自己老公都敢害死的人，这种心狠手辣之徒对付你们肯定不会手软的。各位，我们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想想你们的家人，想想你们自己，现在立刻就罢免了秦玉这个董事长身份，由我带领顾氏集团，我们重回巅峰。秦玉，滚出公司！滚出公司！各位，你们的脑子放清楚，孙振国可是顾氏集团最大的敌人，说的话你们也敢信吗？这不，你还在父母门口，人证物证都在这里。秦玉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顾言顺，我念你是我先生亲弟弟，再劝你一句，赶紧收着。别再推辞了，我劝你乖乖的把董事长的身份让他，要不然你和你这个严父儿子今天连这个公司都别想出去。顾言顺，这是你逼我，可别后悔。这份视频我本不想拿出来，我不希望我的先生去世多年还不得安宁，但是我更不希望顾氏集团落到顾言顺这个败类之手。真相如何，大家一看便知。各位同事，和孙家的停战协议是我授意秦月去签署，我受之。签这样的协议会损害各位的利益，和孙家的恶性竞争，先让整个市场陷入水深火热，无法再放纵这样的事情发生下去。这份罪责我愿意承担。签署协议之前，我已经把公司全权交给了秦月，签协议是我提出的，还请各位不要为难秦月。我相信当时的几个选择。你们几个居然知道事情的真相！你们几个居然知道事情的真相！顾总，我们跟你合作只不过是缓兵之计，为的就是要引出你的真实目的。你以为我们真的会背叛秦总啊？你们这群不要脸的墙头草！这间公司姓顾，你们都是顾氏的股东，这是我哥哥一手创办的心血，凭什么交给一个外人？凭什么？顾言顺，你刚刚有看到老顾总在生前已经把公司全权交给了秦总，你既然这么惊动无够，难道连他的话你都不听？闭嘴！来路不明的野种，顾家的事轮得上你说话？不许对我儿子无礼！孩子，秦月，李景天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孩子。秦月三番五次的不肯证明，这摆明了不想让大家知道。你们看，证据就在我手里。李景天和秦月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。陈总，这是真的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还让他当？秦总，请您解释一下吧。还有什么好解释？看来秦总就是要霸占顾氏集团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和景天确实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的亲生儿子今天就在现场。你的亲生儿子就在现场？秦月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这份检测报告可是你身边最忠诚的刘秘书给我提供的，难道这还有假？我跟景天的这份亲子鉴定是真的，这点没错。那是因为我的亲生儿子另有其人。孙振国，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，这才是秦总的亲生儿子。
你居然是他的亲生儿子！没错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叔叔。顾言顺，你明白了吗？不管是景天还是景天，继任董事长的人只能是我的儿子。你们连着他请来骗我！信，不可能！信不信？事情的起因经过，就让他们的父亲亲口告诉你。有一件事儿隐瞒了很久，今天他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而景浩，他只是我捡来的孩子。之前，我和秀丽为了保护这个捡来的景浩，于是我们俩就商量了，把2个孩子的身份进行互换。只是没想到，多年前做的这个决定，却让2个孩子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造孽啊！秀丽，你快看，是谁把孩子丢在这儿了呀？是啊，这玉佩应该是孩子的家人留下来的吧？这样，咱们把孩子带回去吧。好，走。昨夜，顾氏集团董事长遭遇恶势力团伙的暗杀，除了董事长夫人秦女士与尚在襁褓中的幼子，无一人幸免。目前，2人的行踪依旧不明。建全，你说这个孩子会不会是？这件事情跟谁都不能说，我必须保护好他。别住！别住！啊！别住！我生出来了！家人们！是我说了，是妈。不管怎样，他们都是咱俩的孩子。当年火灾之后啊，秀丽本来希望让我跟你们把真相讲出来，但是我想了很久，这个话呀，他就是说不出口，于是就让你们就这样一直又耗了很久。爸爸心里边真的觉得对不住你们，别这么说，爸，快起来，起来吧，你们2个就怨爸爸，爸心里有愧。爸，快起来，起来吧，爸，别这样，这不一切都过去了吗？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比什么都重要，对吧？景浩，没错，爸。不论我身世如何，你永远都是我爸爸。想不到我们少爷命运多舛呐！这怎么一回事？孙总，这跟你说的不一样啊！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。顾言顺，我问你，现在我儿子能继承董事长之位吗？我不服！凭什么顾氏集团就应该我来继承？我还是名正言顺的董事长。顾总，你还是别在那丢人现眼啊，赶紧回家吧。李旭，把董事长之印拿过来，要亲自授予我儿子。妈，我觉得哥比我更适合。
可以让哥继任董事长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董事长职业现在已经在你手里了，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决定。哥，我是认真的，你比我善良，比我更聪明。顾氏集团在你这样的人带领下，一定能走得更长远。这不可能！再说了，我根本就不是顾氏家族的人。今天，虽然你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早已经把你让做亲儿子了。其实我并不在乎顾氏集团的董事长姓什么，我只希望他能在一个有能力的人手中一直辉煌下去。哥，你就答应吧。孩子，我明白你的担忧。我有个提议，不如你和景浩一同执掌公司。毕竟董事长只是个名号，你们两个以后可以共同商议，共同决定公司的未来。只要为公司好，我都同意。我也没问题，两位少爷肯定能把公司管理好。真是太荒谬了！一个集团有2个董事长，顾氏集团要完了，要完了！哎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就疯了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孙掌柜，休想走！你们2个小兔崽子还要干什么？我们想干什么？这一巴掌，我打你心狠手辣，残害我父亲。这一巴掌打的是你心怀叵测、算计我的母亲。再给我带下去，以后孙家休想在华上立足。上，哎，你干什么？爸妈，以后再没有人能威胁顾家了。以后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。李董、顾董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！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见证我爸还有我妈的幸福。爸，你紧张吗？你可别笑话我，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场面。您这场西洋恋是很多人都求而不得的。你就别开爸的玩笑了啊！新娘登场。爸，我妈漂亮吗？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！哎，闭嘴吧！信不信我下个月扣了你们的奖金？来，大家都过来，一起培养全家福吧。爸啊，以后你们就可以好好享受老年生活了。对啊，你们2位修成正果，我和哥也可以安心的忙工作了。光说我俩，你们俩的人生大事什么时候安排啊？对啊，你们俩什么时候把儿媳妇领回来，给我老两口看看呢？景浩啊，公司是不是还有很多合同没有处理？哦，对，那祝2位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我们先撤了。哎，哪里跑？